大家好，欢迎来到洞见卓越。在日常生活中，喝茶、喝水、喝咖啡是人们常见的饮品选择。它们各自拥有广泛的爱好者群体，且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场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关于这三者究竟哪个更健康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有人钟情于茶的淡雅清香和养生功效，有人坚信水是生命之源，是最纯粹的健康饮品，还有人热衷于咖啡带来的提神醒脑和独特风味。那么，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实验对比，它们在健康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表现呢？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一话题。喝水，生命的基础保障。水对人体的重要性。水是人体最基本的组成成分，约占成年人体重的60%到70%。它参与了人体众多的生理过程，如营养物质的运输、代谢废物的排出、体温的调节等。人体的各种细胞和组织都需要在适宜的水环境中才能正常运作。例如，血液循环依赖于水来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到各个器官。消化系统中的消化液主要成分也是水，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肾脏通过尿液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多余的水分，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喝水的健康益处：一、促进新陈代谢。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使身体的各项生理功能更加高效的运转。它能够帮助身体更快地分解和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加速代谢废物的排出，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二、维持身体水平衡。人体每天都会通过呼吸、出汗、排尿等方式流失大量的水分，因此需要及时补充水分以维持身体的水平衡。如果水分摄入不足，可能会导致脱水，出现口渴、头晕、乏力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影响肾脏功能和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作。三、润滑关节和组织。水在关节和组织中起到润滑的作用，减少关节之间的摩擦，保护关节软骨，预防关节疾病的发生。同时，它还能滋润皮肤，使皮肤保持弹性和光泽。科学喝水的建议：虽然喝水对健康至关重要，但也需要注意科学的饮水方法。一般来说，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应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但这一数值会因个体差异、环境温度、运动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例如，在炎热的天气或进行大量运动后，身体会流失更多的水分，此时需要适当增加饮水量。此外，喝水应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因为口渴已经是身体发出的缺水信号。同时，应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以免加重肾脏负担。喝茶，古老饮品的健康密码。茶的种类与成分。茶作为一种古老的饮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根据加工工艺的不同，茶可以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白茶等几大类别。不同种类的茶在成分上略有差异，但都含有茶多酚、咖啡因、氨基酸、维生素等多种有益成分。其中，茶多酚是茶叶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功效。喝茶的健康益处：一、抗氧化作用。茶多酚中的主要成分儿茶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延缓细胞衰老，预防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等。二、保护心血管。喝茶有助于降低血脂和胆固醇水平，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减少血栓的形成，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些研究还发现，长期喝茶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增强血管的弹性。三、提神醒脑。茶叶中含有的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大脑的兴奋性，使人感到精神振奋，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与咖啡相比，茶叶中的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且茶叶中的其他成分如茶氨酸可以缓解咖啡因的兴奋作用，使提神效果更加温和持久。四、促进消化。茶中的成分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有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同时，一些茶还具有消食化积、解腻的作用，适合在饭后饮用。喝茶的注意事项。虽然喝茶有诸多好处，但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大量饮茶。
例如，患有胃溃疡、失眠等疾病的人群应适量饮茶，因为茶叶中的咖啡因和茶多酚可能会刺激胃黏膜或加重失眠症状。此外，不同种类的茶在饮用时间和方式上也有一定的讲究。一般来说，绿茶适合在夏季饮用，具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红茶性温，适合在冬季饮用。同时，泡茶的水温、时间等也会影响茶叶中成分的释放和口感。喝咖啡，时尚饮品的健康考量。咖啡的成分与功效。咖啡的主要成分包括咖啡因、绿原酸、单宁酸等。咖啡因是咖啡中最广为人知的成分，它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绿原酸和单宁酸等物质则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功效，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损伤。喝咖啡的健康益处：一、提神醒脑。咖啡因能够阻断大脑中的腺苷受体，减少疲劳感，使人感到清醒和兴奋。这使得咖啡成为许多人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效率的首选饮品。二、降低疾病风险。一些研究表明，适量饮用咖啡可以降低患糖尿病、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症等疾病的风险。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质和其他生物活性成分可能通过调节血糖、改善神经功能等方式发挥作用。三、促进运动表现。咖啡因可以刺激脂肪分解，提高运动耐力和力量。在运动前适量饮用咖啡，可以帮助身体更好地利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提高运动效果。喝咖啡的潜在风险。虽然咖啡有一定的健康益处，但过量饮用也可能带来一些潜在风险。例如，咖啡因可能会导致心跳加速、失眠、焦虑等症状，长期大量饮用还可能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此外，咖啡中的酸性物质可能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酸分泌过多，导致胃部不适。因此，建议适量饮用咖啡，一般每天不超过3到4杯。科学实验对比。关于健康指标的实验研究，为了比较喝茶、喝水和咖啡对健康的影响，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这些实验通常会选取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将他们分为不同的组别，分别给予不同的饮品干预，然后观察和测量他们在一段时间后的健康指标变化。例如，在一项关于心血管健康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志愿者分为3组，分别每天饮用适量的茶、水和咖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喝茶组和喝咖啡组的志愿者在血脂、血压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喝水组的志愿者主要维持了身体的水平衡和正常的生理功能。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茶和咖啡中的抗氧化物质可能是导致心血管健康改善的主要原因。在另一项关于认知功能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咖啡和茶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志愿者的注意力和反应速度，但咖啡的效果更为明显和迅速，这可能与咖啡中较高的咖啡因含量有关。实验结果分析。从这些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喝茶、喝水和咖啡都对健康有各自的益处，但在不同的方面表现有所不同。喝水是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健康饮品。喝茶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多种功效，对整体健康有积极的影响。喝咖啡则主要在提神醒脑和提高认知功能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也有一定的降低疾病风险的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实验结果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对饮品的反应都存在差异。例如，有些人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饮用咖啡后会出现不适症状，而有些人可能对茶叶中的成分过敏。因此，在选择饮品时，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合理选择。综合比较与结论。健康方面的综合考量。从健康的角度综合比较喝茶、喝水和咖啡，它们各有优劣。喝水是最基本的健康需求，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石，应该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喝茶和喝咖啡则在提供额外的健康益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需要注意适量饮用。如果注重抗氧化和保护心血管健康，喝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需要快速提神醒脑，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咖啡可能更适合。而在任何时候，
喝水都是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保障。个性化的饮品选择建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口味偏好都不同，因此在选择饮品时应因人而异。对于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群，如心脏病、糖尿病、胃溃疡等，应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例如，心脏病患者可能需要控制咖啡的摄入量，以免加重心脏负担。糖尿病患者则应注意选择无糖或低糖的茶和咖啡。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和时间来选择饮品。例如，在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开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在工作疲劳时，喝一杯咖啡或茶可以提神醒脑。在饭后，喝一杯茶可以帮助消化。总之，喝茶、喝水、喝咖啡都有其独特的健康价值，没有绝对的哪个更健康。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和饮用这些饮品，以达到保持健康的目的。在享受饮品带来的愉悦和健康益处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均衡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科学的选择和适度的饮用，让茶、水、咖啡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关于喝茶、喝水、喝咖啡对健康影响的研究，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例如，不同种类的茶和咖啡在健康功效上的差异还需要更详细的研究。饮品中的成分与人体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待进一步揭示。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多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从分子水平深入了解饮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此外，还可以开展更多的长期跟踪研究，观察不同饮品对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为人们提供更加科学、准确的饮品选择建议。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相信关于茶、水、咖啡等饮品的研究将会不断深入，为我们的健康生活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能够发现更多饮品的健康奥秘，让它们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个视频见了。